来啊，咱直接开始磕了啊！说第一个事儿是啥呢？就是中东啊，咱们今天说老豆成豆了。以色列现在呢是叮当456，天天被干啊，天天被炸。黎巴嫩干他，哈马斯干他，他都快疯了。完了，今天呢，以色列空军基地直接挨个被炸啊，被挨个给轰炸了。然后内塔尼亚胡下令说赶紧的吧，咱也别在那儿这个在抻悠了，说赶紧把这个博物馆里面的藏品呐全都搬到那个地下室里面去啊，地下储藏室。以色列全境今天狼哇的就响那个防空警报，有人说咋的，伊朗出手了吗？家人们你们都关注，我也关注着呢，兄弟们，一旦出手他半夜2点出手，我半夜2点给你们加播，但现在并没有啊。那么但是可能也许的估摸的问题来了，老铁们，这次谁这么勇猛啊？挨个把以色列空军基地给炸了。老铁们，虽然伊朗没有出手，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中东现在情况不对呀？有没有发现呢？美国各大军事基地叮当456全被干，叙利亚整个什么油气田的基地被干，美军基地被干，伊拉克的空军基地被干啊，整个美国在中东的空军基地，包括什么军事基地，挨个都在被干。有没有发现？老铁们，你们可以去看一段历史，叫4度赤水。你们可以看这段历史啊，什么概念呢？就是真正牛的军事家，他是可以调动自己家的军队，以及用自己家的军队去调动别人的军队，这才叫牛呢。你们没事的可以去搜搜这段历史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老铁们，今天记不记得是啥日子？今天有没有知道是啥日子的？老铁们，有人说了，是不是那个日本那个战败无条件投降啊？对，今天是8月15号，家人们请记住这个时间，它是日本啊战败无条件投降的第79周年纪念日，就在今天啊。我们插播一条广告，就是岸田的这个孙子，他带着一帮人又去那个厕所了，整的什么乱码七糟的东西又在那拜上了啊，他就离死他也不远了，咱就说天天拜鬼，对吧？这是一个事儿。但是老铁们，今天还有一个事儿，今天别忘了8月15号是巴以和谈的日子呀，对不对？但是美国直接突然间撕破所有的伪装，闭口就不谈了，哎，不聊和谈了，反而是直接怎么的了呢？今天也请记住这个日子，美国直接批准，就在今天啊，说直接给以色列援助200亿美元，并且还要把 F-15战斗机大批出售给以色列。老铁们，这是什么情况？难道美国现在不打算促成巴以和谈，来避免伊朗出手了吗？这是第二个话题。第三个话题，兄弟们，普大帝急眼了。据说现在啊，就随着整个的俄罗斯的这些像什么义务兵啊，再包括9个旅啊，再包括太子啊，都直接过去了啊，到那个库尔斯克了。但是呢，乌军这边往别尔哥罗德呢也大批量的突进。然后随着这个整个的回环，包括整个的这个战场不断的收缩，很多细节就出来了。说现在啊就确定说乌军这边，我们一直在想说哪儿来的人？库尔斯克一共干机将近2万多人，对不对？就是实锤了2万多人啊，也没有多4万多，那个太多了，不可能。但是这里边讲俄语的、讲乌克兰语的啊，斯拉夫人特别少啊，普遍都是讲什么？讲法语的、讲英语的、讲波兰语的，还有很多大老黑都是雇佣兵干过去的啊，将近80%到90%全是。所以这次普大帝急眼了，真是这次玩的有点大了，直接就捅破那个窗户纸，跟他好哥们儿啊，白俄的大哥卢卡申科就申请要借他们的弹，什么弹呢？叫做波罗乃兹火箭炮。这个炮可厉害了，它不是一般的炮啊，老铁们，这是中白联合研发的一个火箭炮啊，而且呢如果这个玩意儿真上战场，它能弥补俄罗斯在整个炮弹射程范围内的一个空白。50到100公里俄罗斯有的是啊，100公里以上俄罗斯也有的是，不是就是那个比如说特别远的嘛，200到500或者500以上的它也有伊斯坎德尔，但是100公里以上的这种中短程的火箭炮它是空白，所以说这玩意儿下场那一定是起作用的。那么问题来了啊，家人们，白俄罗斯会不会答应？
如果不答应的话，有什么后手？还有什么事儿呢？德国，家人们啊，德国又开始闹笑话了。朔尔茨公开宣布，你们猜咋的了？说炸毁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的罪魁祸首，说他们已经确认了，过了这么长时间了。说谁呢？说是3个乌克兰人。而德国已经正式发出逮捕令了。可问题是3个人怎么炸的北溪2号呢？咱们今天好好聊一聊。今天这个消息咱必须得从中东说起了，是吧？咱不从俄乌说，从中东说。因为今天这个消息属实，兄弟们太炸裂了。炸裂到什么程度呢？以色列的空军基地挨个被点名，今天就在前24个小时挨个被点，你们没听错，我也没说错，我也没夸张。以色列的空军基地挨个被点名啊，就是叮当456，就是一顿跟你干。你要问我说炸死多少人，那我说不准。但这次轰炸啊，对以色列来说那影响简直不要太大了。毕竟以色列在中东之所以这么狂，老铁们咱说了，以色列之所以能在中东称得上是小霸王，是不是称得上是小霸王之一，4大小霸王之一？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空中优势啊，对不对？它的空中优势非常牛，所以它凭借空中优势，它才能称得上是中东小霸王。结果家人们，这次以色列空军基地挨个被点名，这唯一的空中优势直接咔嚓就折了啊！那么说到这儿，有老铁可能就会说苏哥，你是不是吓唬人呢？啊，你这卡了吗？卡了吗，家人们？好了吧？好没好？现在好了吗？好了啊，继续说了啊，说苏啊，你是不是在那吓唬人呢？说伊朗也没动手啊，那其他武装哪有这实力去重创以色列的空军呢？这可是人家的这个吃饭的家伙呀，对不对？哎，我跟你们讲，这次伊朗确实没出手，没出，但是兄弟们，你们猜这次是谁干的？确实啊，以色列空军被重创，打得结结实实的。今天一大清早上出来了，完了美国五角大楼那边深夜做出的最新的报道，说什么呢？说除了今天是巴以和谈呐，美国说不谈了啊，直接给以色列这边干过去了200亿美元的援助。除此之外，老铁们还要向以色列出售一大批的 F-15战斗机。老铁们，你们以为这是最狠的了吗？不是，最狠的是什么呢？这边机场被挨个叮当456点名轰炸，另外一边以色列政府直接紧急指派了一个旅的士兵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什么任务呢？听清楚啊，转移以色列博物馆里面所有的物品到地下安全库。咱就是说，如果这次以色列没被炸得有多惨，美国犯得着一口气干了200亿美元吗？然后还要卖给以色列 F-15战斗机吗？而且出动了很多隐形的 F-22战斗机都干过去了。以色列他又犯得着抽调一个一线部队呀，一个旅的兵力呀，一个旅多少人呢？去搬以色列博物馆里面的东西吗？他没这个必要吧，对不对？那么说到这儿，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有点痒痒了。哎，肯定很好奇呀，说这次以色列被干这么惨的吗？哎呦我太开心了！而且今天我跟你说，以色列一个代表啊，在联合国那个会上有一个会上大言不惭，他说以色列是一个全世界最文明的国家，说现在就指着巴勒斯坦的代表啊，说你们给我听着，我让全世界的人都要认真的认识到，你们就是一个残暴的，你们就是一个非法的，你们就是一个恐怖的组织。当时把全场人都给说笑了，他大言不惭说的，说我们是文明的灯塔，我们是全世界最文明、最友善、最温和、最正确的组织和理念。就在联合国上，我这那边巴勒斯坦人都皱眉了，都无奈了。而所以说今天我跟你说，今天是个好日子，那空军基地叮当456被点名。那么兄弟们，问题来了啊，脑筋急转弯，谁干的？今天说好是巴以和谈的日子呀，怎么能出这么大的事儿呢？谁干的？有没有人知道的？在开始讲之前，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这次以色列机场被炸，你们觉得会是谁？我看有人会说是黎巴嫩真主党，你看有人说黎巴嫩吗？还有人说是也门胡塞武装的，对不对？
还有人说谁呢？说伊朗偷摸动手了，是不是这么说的？你看伊朗、黎巴嫩、叙利亚全部还有说阿三干的，还有说你干的。哎呦我的个妈，你可是大哥了啊！家人们，我告诉你都不是。比如说伊朗、俄罗斯都不是。家人们没猜着吧？这一次真正动手的人，兄弟们听清楚，哎，孤独说对了，哈马斯干的。吓人不？当时我看完这条信息我都蒙圈了，你们没听错，就是今天正要跟以色列和谈的哈马斯干的。哎，要想明白为啥哈马斯不顾和谈突然干了这么一件事儿，那这事儿咱得说到了。大家都知道啊，这几天伊朗那是频繁发话，说要等到什么巴以和谈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对以色列进行报复。而且哈梅内伊都直接发话了，说什么呢？说如果这次巴以能够达成和谈，那 OK，我就这个仇我都不报了，行不行？如果你们能达成和谈，我为了我弟弟我都不报复了。我知道一听这话，大家第一反应就肯定是哈梅内伊又怂了。但是老铁们，你们先别急，咱们先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巴以这次和谈的成功性有多大呢？没有，明显就没有，一丝丝都没有。刚说完和谈的第二天，以色列的军队直接干了加沙一个能够承载4000个人的学校，干死了100个人，而且是残忍杀害，无差别轰炸，对吧？然后今天哈马斯直接朝着以色列的首都叮当456干过去了50个还是500枚的火箭弹，这是新闻报的啊。另外就是今天我说的，以色列所有的空军基地被点名干，那哈马斯的态度都无所谓了。就光说内塔尼亚胡这几天就疯了，不但轰炸加沙导致上千人死亡，直接把加沙累计死伤人数，你们知道干出来多少人吗？我看完这个数我都懵了。因为这个数啊，家人们，就是有的时候呢他不总报，今天我恰巧看到了，现在以色列对加沙的猛烈袭击已经造成加沙而且是无辜的人死伤人数干到13万多了，更是对着叙利亚包括伊拉克包括黎巴嫩疯狂搞斩首行动。你说小胡子都已经疯到这种份上了，有人说5万啊，不对，13万多，你们去查一查啊，最新的数据。现在你说你让小胡子答应他停火，或者是哈马斯答应停火，那不是龙虾进鸡窝吗？有人说龙虾进鸡窝咋说呢？不是瞎扯淡吗？对不对？虽然说美国的这个民主党，也就是哈哈姐领导这个民主党非常想让和谈进行啊，那哈哈姐老努力了，甚至是不停的啊，把这个去催促说你们不停战停火都行。但是现在内塔尼亚胡人家啊有老特和特朗普和那个共和党撑腰，根本就不会搭理民主党这帮人。而且一旦这个战争爆发起来，兄弟们，那哈哈姐再也没有机会去打败川普了。所以这次和谈最起码以色列这边从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了，他不会真心实意的去停火停战。那么说完以色列，咱再说回到哈马斯这边，你们是不知道这2天啊，就伊朗那个新总统为了派人到加沙内部去送信去，都已经嘎了2、3个特使了，这事都不知道吧？终于说在8月17号的凌晨，伊朗的新总统派去的特使见着哈马斯现任老大啊辛瓦尔。到了之后，这个哥们直接就讲话了，说我大哥让我转告给你一句话，你可千万不能拒绝停火协议啊！伊朗的特使啊，以色列说啥你就得答应啥，先停火，后面事都好说。这所有的话都是伊朗的特使说的。哎，什么意思呢？家人们，说白了就是看见伊朗副总统因为劝和啊，被哈梅内伊直接被炒鱿鱼之后，这是李阳是干啥呢？这是啊，李阳你干啥呢？这个新总统啊，他有点怂了，不敢去跟这个哈梅内伊提这个事儿了。那怎么整啊？这哥们兄弟们灵机一动，直接就找哈马斯老大辛瓦尔，你这个当事人，心想说了，我直接让哈马斯答应停火，然后签了这个协议啊，那伊朗不就不用打击以色列了吗？这不就是双赢了吗？所以才玩这个派特使直接往加沙送信这么个游戏。但是老铁们啊，你说这玩意儿有用吗？我就问你有用吗？我跟你说一点用都没有。
辛瓦尔一听这话，气不打一处来，当时就炸了。但是呢，毕竟是伊朗总统派过来的人，他也没直接发作，就说了一句话，说行，我知道了，你走吧，啊，你可以回去了，我考虑考虑。按说这个情况你就走呗，你还赖在加沙得多危险呢，对不对？结果这个伊朗新总统派来的特使就不走，非得监督这个辛瓦尔宣布哈马斯打也挺火。哎，也就这个僵持的时候，老铁们，好家伙，你们猜谁出手了？就在僵持的时候，谁出手了？兄弟们，大哥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川普能不能上？我估计选啊。俄罗斯这边直接用秘密的线路，一个电话就干给哈马斯了。你别忘了，家人们，巴勒斯坦的总理啊，李世仁还在俄罗斯在那访问呢，跟普大帝刚见完面啊。这边老普一个电话干到哈马斯，说老弟，你听好了，你真的现在多的不说少的不浪，我有800个瓦格纳士兵就在以色列境内呢，潜伏呢，猫着呢。给你的武器算算时间，也应该已经从土耳其那边转到你们那儿了。辛瓦尔，你应该非常明白，谈是谈不拢的，必须得打。所以说这次你拿着我给你的武器，你跟我家瓦格纳给我这么着来一次里应外合，给以色列来一波突袭，就炸他空军基地。他不是空军牛吗？他不有制空权吗？他不拿飞机叮当456干你们吗？真的，咱就炸跑道，就炸飞机，就炸机场，就炸空军。哎，就这么一句话说完，辛瓦尔兄弟们，那家伙心潮澎湃呀，如火如荼啊，热血沸腾啊，红旗招展呐！老铁们说，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好大哥呀，我等你这话我等老长时间了。自从去年10月7号突袭之后啊，哈马斯已经多长时间没主动出击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辛瓦尔是想都没想，直接就答应俄罗斯这边突袭以色列这个计划了。那么既然答应了俄罗斯，你说这个伊朗新总统派来这个特使，他还有啥用啊？对吧？辛瓦尔是二话没说，直接强行把这小子给嫁出去了，送出加沙了。完事之后，辛瓦尔直接讲话说，大哥，明儿就是和谈的日子，8月15号，我算了一算啊，我掐指找大师一算，这日子挺好。我要就是表示的话呢，时间不多了，咱直接就行动吧。俄罗斯说 OK 了啊，就信这大师的，没问题。但是啊，我看了你这个计划没必要。武器都给了，你还搞什么敢死队啊？你听我的，兄弟，干就完了。大哥这边的导弹量大，咱就管够。当时辛瓦尔听完也有点懵了，但是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家人们，我告诉你，就是辛瓦尔直接顿悟了，彻底明白俄罗斯什么心思了。怎么个事儿呢？过去哈马斯就算接到装备了，也就是一些垃圾的火箭弹组件，对吧？这必须得当地组装嘛，地下手搓导弹嘛。但这次老铁们，你们知道有多夸张吗？俄罗斯干过去的整整50套 M90 导弹，还有300多发的弹药，而且由于担心哈马斯士兵用的不习惯，这边又给你派了300多个瓦格纳的士兵，提前在加沙这边就就位了。那你说现在人有了， M90 这个导弹也有了，有啥好说的？就一个字干，2个字猛干，3个字猛猛干。哎，咱不说第二次啊。于是呢，我跟你说，在昨天晚上的11点半左右吧，300多名的瓦格纳组成的 M90 导弹部队直接叮当456率先出手了。先来的是8发点射。什么叫点射？叭叭叭叭叭这么点射，直接把以色列用来围堵加沙那个墙全给你干穿了。加沙不是有以色列围堵那个墙吗？全给你炸烂了，叮当456，你们去看新闻啊。紧接着瓦格纳这边1秒钟没耽误，另一支导弹小队对着以色列在加沙内部的基地叮当456一顿干，阻挠了以军的支援，连支援都不好使。而另外一边，兄弟们别忘了，还有哈马斯的士兵呢。这些哥们老给力了，隔离墙刚被炸烂，一群人我跟你说，单枪匹马，拿个 AK 拿个钢管的，乌泱就干出去了。这次全程录像，不搞平民，
我就冲着你以军的军事基地我就冲锋，冲的有多快，家人们你们知道不？有没有人能看见这个视频的？冲的有多快？快到后面瓦格纳的 M90 导弹部队嘛都跟不上，直接脱节了。你们可别觉得说这是个小事儿啊！哎呦我的妈呀，老铁们大错特错了！就这一个小小的以色列的错误，差点就让这次突袭以色列的计划泡汤了。不是哈马斯的错误啊！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在发现隔离墙被炸完之后啊，内塔尼亚胡二话没说，直接就往地堡里叭就那么一钻，当地主了，然后就下令说快点的，立刻让以军第47旅过去支援啊，并且还打算让那叫什么呢？叫葛兰尼这个旅从侧翼包抄啊，绞杀这些冲进以色列内部的哈马斯。那你们就想，家人们，有2个旅啊，还都是机械化的装备啊，你去收拾一个穿拖鞋的哈马斯武装，那结果用说吗？你说这要是有 M90 导弹部队打掩护，还有可能撤得出去。但问题什么呢？现在瓦格纳的 M90 部队没跟上呢，那你说这时候怎么办呢？看起来是不是死局了？这些哈马斯必死了，对吧？但是老铁们，你别忘了，想干以色列的人现在可不是兴崩1、2个了，而且还有普大帝这个战略级的指挥选手呢。当时普大帝一听这情况，立马就给黎巴嫩真主党一个电话干过去了，就一句话：兄弟，该你出手了。黎巴嫩真主党直接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向以色列对着以色列一顿猛干。他说的啥呢？如果哈马斯这次突袭失败了，以色列立马就会对你黎巴嫩动手。而说这个话的时候，就是这么巧合，以色列还真出动了3架战斗机，对着黎巴嫩本土放了好几枚的白磷燃烧弹，直接把黎巴嫩南边的那个叫什么拉马肖的小镇我忘记了啊，炸了一片火海。那你说家人们都已经这样了，黎巴嫩有什么可犹豫的呀？二话都没说，用几十门卡秋莎火箭弹对着俄罗斯提供的坐标37456直接一顿炸。就这么一次猛干，好家伙了！之前以色列啊叫葛兰尼旅被端掉了一次，是不是？这次特意换了一个更加隐蔽的位置，结果屁股没坐热乎呢，就被将近80来枚的卡秋莎火箭弹给炸了一个洗地式的攻击。大家注意啊，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的？这次炸的正好就是要去侧翼包抄的葛兰尼旅啊。也就这么一整，以军被迫回防了，而瓦格纳的 M90 导弹部队就抓着这么一个空档，简单收拾一下，挠撒丫子就冲出了加沙，就往那个哈马斯这边靠近了。紧接着这个事儿就非常简单了，哈马斯释放无人机，配合瓦格纳的 M90 导弹，就挨个点名以色列空军基地，点到谁，最起码40多枚的导弹，30架无人机，叮当456就干你。打完不恋战，立马以游击战的形式，小股部队分散到下一个机场攻击点位。就这么的，老铁们，我告诉你啊，这是有说法的呀，有点中药味儿啊！这么打呀，就用了4个小时不到。在今天凌晨的3点多，以色列几乎所有的空军基地都被干了一溜烟，都被干了一遍。这炸完之后，我跟你们说啊，内塔尼亚胡在地堡里面听完这个消息都快哭了，哭老惨了。但是哭完之后，这哥们儿一个电话周到美国了啊，说坏菜了哥呀，现在我的战斗机全烂桃子了，都被炸烂了，你得帮我呀！啊，当时哈哈姐这么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说战斗机都被炸了哦，那正好，马上8月15号了，你真的吧，8·1签署停火协议吧，你信姐的行不行？停火之后，姐这边啥都好说。你说就这么冷冰冰的话说出口，换谁能顶得住啊？当时小胡子都快气炸了，说姐不中用啊！但是关键时刻啊，就是还是谁挺他呢？还是东王，还是老特给力，直接联合犹太的财团，还有掌管钱袋子的共和党打点，最后竟然就这么的直接在今天通过了给以色列的援助法案。你们没听错，直接要给以色列多少钱呢？这次要给以色列200亿美元，还要把美国的 F-15战斗机直接卖给以色列几10架。
另外 F-22据说小道消息啊，隐身型的 F-22直接干过去了10来架。说白了，老头的意思非常明白了，你民主党害怕以色列开打，我不管，以色列可不能出事儿，我就是要让以色列开打。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美国的反应已经非常快了啊，但是呢，用处可能真没有那么大。为什么？你们想，家人们，你美军的 F-15，你就算送的再快，那也得1周左右才能到货。今天多少号了？今天是8月15号，和谈马上出结果了，对不对？这也就意味着伊朗和中东反伪武装如果要动手，那就要直接开干了。这个时候还想着现买 F-15战斗机，你这不是龙虾进鸡窝了吗？对不对？刚才我说这不瞎扯淡吗？反正这次哈马斯在俄罗斯的帮助之下，那也是狠狠干了以色列一次啊！不但把隔离墙给炸了，还把以色列空军基地给炸了一遍。接下来甭管会出什么幺蛾子，家人们，反正中东这边大战已经难以避免了。而且老铁们，我问你们，家人们，我问你们啊，现在黎巴嫩叮当456干以色列，干的主要是港口城市，包括边界城市。哈马斯这边联合上俄罗斯的瓦格纳，直接叮当456干空军基地。我问你什么目的？有没有人能猜出来？第一个，黎巴嫩测的是什么？测的是以色列的边境防空系统。懂我的概念不？叮当456干，不仅测你的防空系统，我还要消耗你的防空导弹，因为以色列现在没有防空导弹，所有的弹、所有的药、所有的人、所有的吃的都是要靠补给、靠外援。你把防空导弹消灭完之后，伊朗这边倘若入无人之境啊，那饱和式打击我们这边省钱呢。那么另外哈马斯这边在干什么？在干你的攻击系统，一个是干防御，一个是干攻击，发没发现？家人们，你们说伊朗抵抗之乎动没动手？没动手吗？早就动手了。黎巴嫩这边我再说一遍，你们能不能理解的？黎巴嫩这边打的是以色列的防空，消耗的是以色列的防空导弹，包括摸清你的防空布局。但是兄弟们，哈马斯包括瓦格纳，咱甭管有没有瓦格纳，他们今天干的是谁？干的是以色列的攻击系统。以色列最有牌面的、最有优势的就是空军呐，就是空中优势啊，对不对？就像我刚才讲的，家人们，美国你再给 F-15，再给 F-22，是不是还得1个星期15天的事儿了？对吧？那么说完这个，老铁们啊，老铁就要问，很多人就要问了，说这个俄罗斯怎么回事？对吧？昨天乌军不是都在美国的安排之下，从库尔斯克州直接干到别尔哥罗德州了吗？这局势可不怎么好啊！那怎么俄罗斯还这么大胆呢？跑到加沙去帮忙作战呢？家人们怎么说？现在国际局势啊，尤其是军事这一块，那叫什么呢？牵一发而动全身，那直接瞬息，直接来个万变。就像这次乌军入侵俄罗斯本土这个事儿，昨天俄罗斯还被牵着鼻子走呢，今天兄弟们，乌军又被打了一个那叫措手不及呀。有人说为啥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俄罗斯本土突然之间，今天啊，有没有看新闻呢？俄罗斯本土突然之间大概出来了1.5万人的部队，然后从苏梅州一路干到了俄罗斯本土。你们想，乌军光想着打游击战了，他也没想到半路能杀出来个程咬金呢，没想到后屁股来人啊，这不也就这么一下子，直接被端了11个据地，并且最狠的这支部队啊，还抓了一个乌军的团长，一审问一吓唬好吗？一开始乌军就是要占领库尔斯克核电站，只不过没成功啊，这也算是实锤我们的第一天的说法了。不过这都不重要，有人说那重要的是什么？家人们，重要的是什么呢？有人说朝鲜出兵了，这个我没看懂啊，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重要的是这1.5万人从哪儿杀出来的呢？这才是这次俄罗斯敢有恃无恐在中东搞事的底气所在呀，对吧？那这事啥情况呢？有人就说谁下场了，我不知道，我没看这新闻啊。很简单，这支部队家人们是从白俄罗斯直接杀进乌克兰，然后从后方机动杀到了乌军的大后方。那么说到这儿，肯定有很多老铁就好奇了，说白俄罗斯不是不参战吗？
他现在搞这么个这事儿是什么意思呀？难道白俄罗斯也摊牌了吗？也要下场趟这个浑水了吗？怎么说呢？家人们，是也不是。昨天乌军偷袭别尔哥罗德州之后，普大帝脑瓜子嗡嗡疼，直接叫来俄罗斯国防部长别罗乌索夫了，还有格拉西莫夫，说来，你俩过来，你告诉我，就现在我有点不明白了，说你俩告诉我，为啥打了这么长时间没有把乌军彻底清除掉？真是因为咱们地广人稀吗？当时一看大哥都发飙了，这俩大汉也不敢吱声啊。最后还是格拉西莫夫讲的话，说大哥实在是没招，地方太大了啊，咱前脚发现部队就出发了，但是等咱们一动身，乌军这边就撒丫子跑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用导弹也行，但是你说咱家一个伊斯坎德尔嘛500万美元呢，500万美元干过去就干几个乌军，一个两个的乌军没必要啊，他们的命没有这么值钱呢。哎，就这话一说，普大帝当时就明白了，说好啊，还是吃了武器的亏，还是武器有点拉胯，对不对？然后普大帝直接就讲话了，兄弟们，说行，武器这个事儿呢，我来解决，别的事儿你们解决。说完之后，你知道老普一个电话给谁干过去了吗？给白俄罗斯卢卡申科，说老卢，你真的这边大哥这边是出了点问题啊，这个伊斯坎德尔太贵了，我们不想这么打。你真的，你家不是有好多那个叫什么波罗乃兹火箭炮吗？说你这火箭炮正对正啊，是不是100多公里射程，精度也给力，你真的能不能你借大哥用个几十套？当时老卢听完之后有点懵了，心想说大哥，你这比让我下场还难呢。说为什么呢？因为这玩意儿不是一般的炮，这个东西是东方大国和白俄罗斯联合研发的，说我也没有权利直接给你啊，对吧？这事我得真考虑考虑。然后呢，等老卢一个电话打完，直接告诉普大帝了，说波罗乃兹火箭炮这个事儿吧，大哥确实有点说法啊。但是呢，这边人说了，为了解决你的燃眉之急，我有更好的办法。你真的，你在我本土是不是有驻军呢？你忘了吧？我给你开辟一个边境，我给你开放，然后你呢，直接从侧翼就干到乌克兰本土，然后推死乌军，直接给你来个前后包夹封锁，这可不可以？普大帝说那行，你先这么干。然后另外火箭弹那个事儿呢，你也跟进一下，是不是啊？然后兄弟们，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的事就来了。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驻军是没错，但是也就几千个人，对吗？结果今天的新闻爆出来说，从乌军大后方杀出来的人数到底有多少呢？朋友们，1.5万人呐！我的个亲娘哎！这里面又是怎么个事儿啊？大家心里都明白，美国乌克兰他也明白，但是他能说啥呀？他啥也说不了，没有用。就这么的，老铁们，波罗乃兹火箭炮都没送给俄罗斯呢，好家伙，这边乌军直接被逼上绝路了。现在大家明白为啥这次俄罗斯这么大胆，敢直接在中东协助哈马斯搞事儿的吧？这火箭弹都没到呢，局势逆转了。等火箭弹真到俄军的手里面，那打爆剩余的乌军，那简直开水煮白菜，那分分钟的事儿，对吧？你们说是不是这个事儿？同意我观点可不同意啊？另外我看很多老铁在说苏啊，法国出事儿了，法国出事儿了。有人说啥事儿啊？说2架战斗机撞一起了。怎么说呢？家人们，这个消息我看着了，一开始我以为是个搞笑的新闻呢，兄弟们。但是啊，现在查了一些不一样的报道，这次2架台风战斗机直接空中8亲嘴的咣就爆炸了啊！相爱相杀直接爆炸，那是没这么简单的。背后的故事可能牵扯到法国和俄罗斯的直接对抗了，这个事儿稍微有点大，所以说得等我调查清楚我再给你们讲啊，这个不能瞎咧咧。那么话说回来了，咱再说回到俄乌战场上，怎么讲呢？现在白俄罗斯这边动手，乌军死期直接快到了啊！这场震惊全球的大闹剧也马上伴随着乌军全死就结束了。怎么讲话呢？你们可能会觉得啊，这次乌克兰损失是有点大，但是我说句个人的分析，这次打击库尔斯克的战役绝对不是泽连斯基自己的主意，
因为泽连斯基喊反攻喊了2年了，1年半了，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路线，也没有个具体的规划，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法，对不对？现在直接就是神兵天降啊，干到俄罗斯的是不可能的。所以唯一的答案，这是欧洲和民主党的策略，懂我的概念了吗？尤其是犹太资本的策略。什么概念，家人们？我讲一句话，你们能听懂听懂，听不懂就听不懂了，叫加息加战争，才能让优质资本回流美国。光加息不战争不好使，光战争不加息也不好使。所以说到底儿，说到根儿，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欧洲和民主党的策略，也是那些犹太资本最后的策略。知道吗，家人们？不是泽连斯基要打的，也不是美国要打的，也不是欧洲要打的，是犹太资本要打。欧洲人明白，一旦老特上台，他就肯定是有这种可能去结束俄乌战争的，或者说是把俄乌战争拖向垃圾时间。而一旦美俄达成妥协，俄乌战争停了，相当于什么呢？俄罗斯可以稳住消化吞并5个州。有人会问了，不是乌东4州吗？怎么变成乌东5州了？很简单，就因为这次乌军入侵俄罗斯本土，普大帝摊牌了，不装了，人说了，老子必须把苏梅州彻底拿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啊，未来一旦俄罗斯消化完了，就可能继续向西。到那个时候，老铁们，如果美国依然不管，那才叫欧洲的噩梦呢。而反观美国，他又想控制东欧，又不想出钱打仗，而且还想通过卖武器赚钱。你说这情况欧洲人怎么能接受呢？你这不是割我血吃我肉吗？对吧？所以说啊，欧洲就要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这个结果出现。于是乎呢，就派了大量雇佣军与乌军一起作战，才打进了哪儿？叫库尔斯克地区。欧盟非常清楚，如果继续让俄罗斯前进，往前突进，不但未来几个月泽连斯基政府都危险了，甚至未来几个月欧洲更加危险了。俄罗斯把所有的核武器的弹头直接对向了欧洲腹地。这个新闻是昨天的，就一句话啊，我没有讲，但是你们可以查一查是不是。就什么概念？如果任凭俄罗斯这么干，不但后几个月泽连斯基危险，整个欧洲更危险。但是如果打到俄罗斯，兄弟们，让俄罗斯本土啊也不停的燃烧战火，那么这个停战的谈判就更难完成，甚至很难开始。战争必须得干下去，如此把战争拖下去，美国才根本没有办法从这场战争泥潭当中彻底的抽身啊！因此本质上这次乌军打击库尔斯克地区，那叫什么呢？那叫一招围魏救赵，那叫一招什么最后一搏，对不对，老铁们？所以说整个世界，我们整个局势还是2条线，一个东大，一个是那儿，一个是美国。李昂，整个是还是2条线，咋呢？一个东大，一个怎么老上你那去了？